哎呀，这床坐久了之后啊，你就会发现啊，这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啊。昨晚呢，有一个姑娘跟我联系啊，说自己被男方给耍了啊，到嘴的王八给跑了，到底是追还是不追？这姑娘是88年的，本科学历，国企工作，年薪在10万左右。因为工作比较忙，再加上自己啊只找优质男，就把自己的这个年龄啊给拖大了。上半年家里亲戚给介绍了一位优质男啊，这个87年的硕士，年薪在20左右。两人见面啊，那是相见恨晚，认识半个多月啊，就火速确认了恋爱关系。随着感情的发展呀，这订婚仪式啊，他就提上了日程嘛。国庆期间呢，见了双方的父母啊，见完面啊，那家里人都闲不住了，就开始各种催婚。这个上周啊，男士啊也主动问了这个女方，结婚彩礼你要多少？这姑娘当时啊也没有给个明确的信儿，有些害羞啊，说跟家里人商量一下。这第二天啊，她给男士回复说彩礼20万。女方的理由是啊，这老家的风俗基本都是10到20万，哪个地方我就不说了啊，反正啊我了解的是没有那么高。其次啊，这男方的条件啊本身他也不错，真心过日子啊，这彩礼给1年的工资啊他也不为过，就定了20万。男方听完啊，觉得自己啊他不能接受这么高的彩礼，他也有理由，一是自己老家的这个风俗啊在3万到8万，二是自己手上也没有那么多的钱啊，都去买房和装修了。最后啊，跟这个姑娘表态说啊，自己愿意给10万的彩礼，女方呢也不需要啊给任何嫁妆。这要求呢被女方呀给拒绝了。她觉得呀，男士在彩礼上面啊讨价还价，是吧？那你肯定啊不是真心想要结婚的。就这样，双方僵持不下。最终啊，男士妥协，说我可以给出20万的彩礼，但是啊需要女方啊签一份赡养协议。内容啊，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啊，如下。这个第一呢，是男方是独生子，父母都是农村的，也没有退休金啊。男方希望在父母60岁之后啊，每月从家庭共有的收入当中支出800元给2位老人作为生活费。这第二呢，就是从家庭收入当中啊，这男方要给父母啊购买这个医疗保险，每年啊大约在5000左右。这第三啊，就是每2年春节啊必须回男方的老家一次啊，给父母啊2000元的节日补贴。第四是父母晚年只剩1人的时候啊，要接到家里来共同居住，以尽孝道。还有一个是，如果2个人呢在5年之内离婚啊，彩礼需要退还50%作为补偿男方父母的养老基金。这姑娘听完呢就炸开了锅呀，说什么也不同意啊，认为男方啊这是明显的在向自己用手段来欺诈她。按照这协议啊，1年杂七杂八的，那就要给出将近2万，这样算下来，男方呢10年就回本了，我还免费给男方当了10年的保姆，又出力又生孩子的，而且如果5年之内离婚，我还要退回10万过去，这不是做梦吗？男方就解释说呀，这个协议啊本来就是啊子女应该履行的义务，况且是婚后共有财产，以自己的实力啊，这钱啊基本都是自己来出的。离婚那条啊，并不是想要多少回来钱啊，只是希望女方能够好好跟自己过日子而已。就这样，两人呢是互不退让啊，关系就僵在那里，冷战了有将近1个多周啊。前天下午啊，男士突然就发信息说啊，两人不合适，不想耽误了这姑娘，提出了分手。这姑娘一看呀啊，立马慌了神呢，急得跟这个男士解释说呀啊，自己想通了，可以接受协议。男士却回复说呀，不是协议的事情，而是自己啊确实没有能力啊给这20万的彩礼，不想为此啊耽误了这姑娘的大好前程。于是这个姑娘呀就跟我控诉啊，这个男士啊是多么的有心机啊，从一开始啊就没有想过要给彩礼，协议啊只不过就是分手的理由而已。说着说着呀，这姑娘就开始啊哭啊，自己这么大年龄了啊，好不容易遇到一位合适的优质男啊，不想就这么错过了。说如果20万的彩礼男方觉得多呀，他自己啊是甘愿啊降到10万。但是啊，在他自降身价之后啊，跟男方联系啊，依然是被拒绝了。男士啊说什么也不愿意跟他在一起了。这姑娘是越想越后悔啊，她就想不明白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那我就跟他讲啊，我说前些日子我去市场卖王八啊，有人看上了，觉得我这王八哎呀品质特别好，问我多少钱，我说20万。那个人说我疯了吧，别人都卖200，你竟然卖20万。我说这样吧，我自降身价啊10万卖你了。那个人他不买呀，觉得太亏了，还骂我太贪心啊。我一听我就不愿意了呀，明明我都给你便宜1半了，怎么你还挑3拣4了？你看道理是不是都一样啊？买卖不成啊，无非就是价格不公啊，有人觉得亏了。那至于哪方亏了，大家来给说道说道。
有一位姑娘来找对象啊，32岁了，一直单身呢。本科毕业，在国企工作，年薪6万左右。她自己也很着急啊，但总是相亲不到满意的。我问她，我说你到底想要找什么样子的？她说呀，想找一个人品好啊，又顾家又靠谱的男人。我说你这范围也太大了，你可以具体一点呀。她说呢，自己其实也没什么要求，只要人好有感觉就可以。听完呢，我就跟他说我说我这边确实有不少男士人挺好的，但是多少都有些明显的短板就是缺点。他们找对象要求也不会太高。既然你比较看重感觉，那我就先把他们的缺点说给你听听。你要接受的话我呢就介绍给你；不接受咱就算了，免得介绍给你你又看不上人家。他听完之后也同意了。这介绍的第一位男士主要缺点就是胖身高在175左右，体重接近200斤。他一听就跟我说，哎呀，这也太胖了，自己的身材都管不住，那还能干啥呀？不愿意。这第二位男士学历中专，家是农村的，父母也没有社保，兄弟2个，他是哥哥。这姑娘一听这不行，我是本科我不能找本科以下的，兄弟俩麻烦还不断，而且农村婆婆她也厉害。接着呢，我又介绍了第三位男士这个男士情况比较特殊一点脱发比较厉害，个子也不算很高165左右。但是这个男士我是比较了解的，认识时间很长嘛，知根知底，人品特别好。这姑娘一听我不同意秃头很难看的，个子太矮，那也太丢人了。听完呢，我又给她介绍了第四位男士人很好，但是太老实了，没谈过恋爱，性格比较闷，不会哄女孩子开心。她一听就不愿意了，说不喜欢太老实的，起码2人谈恋爱他得懂我的想法吧，我生气了得知道会哄我，不然的话我干嘛要跟他在一起呢？说完呢，就特别不情愿的跟我抱怨，说我给他介绍都是歪瓜裂枣他一个都没能看得上。听完呢，我就跟他说，我说我给你介绍这些还真不是歪瓜裂枣第一位胖子男士人家是有车有房，海外留学硕士，父母还是公务员，性格好，在华为工作，那年收入嘛肯定可观呀。这第二位呢，虽然家是农村的，中专毕业就在外创业，现在自己开2家工厂收入咱就不说了，手下员工都有100多位。这第三位男士在研究所搞科研的，年收入稳定在30-40万，父母都是大学老师，家庭教育都非常好。那第四位男士呢，这个是一名医生因为大学确实比较忙这个学业顾不过来，也没有时间去谈了。这姑娘听完立马就跟我说哎呀，那感觉还不错都可以认识一下。我问她，我说你不是都没有感觉吗？她说那不是因为你先说他们的缺点吗？你看看要么长得胖，要么长得丑，要么家是农村的还兄弟2个，要么是情商低的，所以我才不愿意我一听合着你所谓的有感觉，就是对方长得帅，身材好，情商高，家庭条件还好，个人还有能力的呗。这姑娘一听说那也不是，我这个人不是很看重物质，感觉呢就是看对眼这个对方长得看起来舒服，相处起来不讨厌吧。听完我就头疼了，姐妹儿，你好歹明确的告诉我一下什么是有感觉吧。最后这姑娘是缓缓道来这个车房是要有的，没有贷款最好，有贷款呢也可以，但是个人能力得强你像我一年赚6万块钱，他一年得起码15万吧。家庭条件呢我也要求不高，这个男方父母城市户口有个退休就行。工作上面这个男人工作嘛最好体面一点，公务员事业单位管理岗这个医生都可以的，我也不挑。这人这一块呢，就是长得不要求多帅，毕竟我也配不上人家，但是也不能太丑，稍微差不多的就行。性格稳重，思想成熟这个是我最欣赏的。其次人品要好，有责任心也是我最看重的。2个人相处这个情商多少得有点吧。当然呢，我要求也不那么高起码会哄我开心就行。说了这些之后还问我有什么要补充的，我的妈呀，这些都已经灭绝了吧。临了还加了句哎呀，不找离异的，身材不好的。哎呀，忍了忍，我就跟这姑娘说总是这么做梦找对象，都32了，最后不耽误你自己，耽误谁呢？好了最近许愿池里面的王八有点多我等会儿我得去市场上卖王八，一只王八我得卖30万，看有没有人识货有些姑娘来找对象，那都是牛逼哄哄觉得自己买上房了，那都比男人厉害了就可以找到条件好的高富帅了，思聪都得搁家里等你翻牌子呢上午呢，有一位这个姑娘来许愿，真的是做梦来的，一上来就跟我说自己条件特别好，希望我能够帮她介绍这个优质男。听到这儿我就立马跟我那池子里的王八们小板凳都端好了。这姑娘介绍说自己是91年的，身高有160左右吧，体重在110斤上下，这个私企工作，年薪在7万左右，父母都退休了，家里有个妹妹正在上大学。听完我就纳闷了，我说这个条件他也算一般呢，我就问他条件好指哪一方面，他立马笑了一下，骄傲的跟我说
我自己买了一套80多平的精装修的公寓房，一问呢还在郊区。说完还跟我感慨呀，现在和他这么大年龄的这个男人呢，有好多都买不起房子的，何况她还是女人呢，尤其珍贵啊。我问他贷款有没有，他说这套房子呀是首付1成买的啊，花了10多万，其中啊花呗还刷了6万，商业贷了将近100万，还30年，月供啊5000多，目前呢已经还了1年多了。听完那一瞬间，我跟王八们愣是没坐住啊，我那肝儿都颤了一下。多少？5000多？你一个月的工资啊才6000左右啊！我是佩服的啊，掏肝掏肺啊！我问他为什么要在婚前买房呢？他说啊，现在这个离婚率太高了，有套自己的房子特别有安全感。那我就问他，我说那你愿意在婚后出房子和男方一起住吗？他听完说呀，那怎么可能呀？婚后应该在男方的房子里。那你愿意把房子出租出去吗？他说不行，我那装修啊都是我自己亲手装的，那出租啊肯定就糟蹋了。我又问他，我说那你爸妈帮你还贷吗？他说我自己有工资啊，未来结婚我也有老公啊，用不着我爸妈去还。听着这感情啊，找人接盘给他还房贷来了。我问他想找什么样的，他说啊，年薪20万以上，工作体面，有车有房，市中心学区房，面积不能低于140平，有眼缘的男士。听完我立马秒回啊，帮不到啊。而且你这32岁啊，也没什么年龄优势了，目测脾气性格也一般。这姑娘听完就不愿意了，说她买上房子之后，那全家人都夸她很厉害呀，值得更优秀的男士。我问她，我说有一位男士啊，年薪20万，硕士学历，国企做管理的，他房子有140多平，但是有房贷，需要还20年，月供7000多，你愿不愿意？他一听啊，那不行，他房贷7000，再加上我房贷5000，他一个月就要还1万多了，年薪20万根本就不够，这日子还怎么过呀？听完我就笑了，人家男方也没说给你还房贷吧，他却理直气壮的跟我说呀，凭什么不给我还贷啊？那不然干嘛要娶我呢？听得我也是不爽，就给怼回去。你看看你自己，拿全家之力咬紧牙关付了1成首付，每个月那点工资啊，还贷都费劲儿，花呗信用卡都刷爆了吧，还幻想着用名下有房来锁定更高阶层的男性，你不是在做梦吗？用郊区80平贷款房为条件去找市中心140平大平层的男性，你这不做会计真是可惜了啊！这杠杆原理学的不孬啊！你买的房子一没用来夫妻共同使用，二没有出租收益，男方却要替你承担贷款风险和政策风险，这男方要么是爱你至死不渝啊，要么就是个傻缺啊！现在很多姑娘都愿意婚前买房，可以啊，但是你得先解决好你面临的现实问题。如果你有能力全款买房，结婚前自住，结婚后用来出租，给家庭的总资产还增加一份不动产，每个月还都有租金收入，又或者你付了首付，而且单位的这个公积金啊能够覆盖月供，相信这2种情况不会有任何男性不喜欢，而且你还能在婚恋市场上提高自身筹码。反之，贷款30年，月供几千，还幻想在婚恋市场去找年薪20万以上的男人结婚，这根本不现实。人性啊都是自私的，恋爱需求的是情绪价值，婚姻啊本就是经济利益共同体，30年那可是半辈子替你还贷啊，那真的是上辈子欠你的啊，这辈子给你啊做牛做马来了。